只掐自家饭。本节目由 Testway 值不值得买淘宝店铺独家养活着。这是我先用，用完了再借给你。我的 BBT 比你急，我先用。哎呀，还是跟我先用。跟我先用啊！先用。我要拍啊！办公室里就一台 S3，拍节目老打架，这样下去不行啊！拿去开会。最后3万设备款，买啥相机？A7S3 是目前最适合我们的，再买一台 S3也没啥意思。这样吧 ，F-X3 我们也试试电影机嘛。买。6 hours later， 给我来一台 F-X3。哎，等等，你这 F-X3 怎么只要14000啊？不是28000吗？嘿嘿，新品 F-X30 长得和 F-X3 一模一样，也是电影机，不过嘛 ，APS-C 各方面都有缩水，价格嘛就只要14000了。哦，那我不要 F-X3 了，给我来一台 F-X30，再给我来一卷大力胶。好嘞。哎，你这衣服不错呀，哪儿买的？问得好 ，Testway 值不值得买？淘宝店 Double Working 系列羊羔绒外套，质感大刺绣，内外大口袋，冬季大温暖。嚯，满99享特殊好礼，了解10付100，还能再减6元。看这外观，你以为这是 F-X3？ 哎，错了，这是索尼新发布的 F-X30。看见这几个字了没有 ？Cinema Line。没错，这可是索尼电影机产品线货真价实的新成员。索尼号称它是年轻人的第一台电影机，只是这个命名方式不由得让我想到了富士的 XT 系列。外观嘛，和它的大哥 F-X3 一模一样，只有很小的变化，裸孔变黑，对焦辅助灯取消，没了。难怪很多网友会拿它和 F-X3 比较，这简直是用的同一个模具嘛！啊，确实，我转头就去闲鱼买了一个 F-X3 的兔笼，完美适配。对于曾经无比眼馋 F-X3 却囊中羞涩的我来说， F-X30 非常诱人，只需要花14000，你就可以拥有一台和 F-X3 外观、操控几乎一模一样的机器，这还不买？果然是 FX3 呢，虽然性能跟我的 S3 大差不差，但是操控真的是舒服很多呢。那当然，电影机嘛，专门为视频拍摄做的优化。还有这个独立的色温按钮，这个摇感也很舒服啊。哎，这个按钮手感怎么怪怪的？是不是买的翻新机了呀？怎么可能？不用乱摸，还要拍东西。外观就不说了，一脉相承的高颜值方块设计，极具工业感和拓展性。砍掉了取景器，配合比微单更加科学的按键布局，能让你在拍视频的时候获得明显的操控提升。比如这个深得我心的摇杆，平时使用普通微单录制的时候，想操作摇杆必须要变换握持方式，动作幅度大，难免会影响画面稳定。而 F-X30 直接把摇杆放到了顶部，拍摄时大拇指可以很自然地操作摇杆和旁边的常用按键，非常顺手。机身有很多自定按键，可以结合自己的需求进行设置。还有这2个非常炫酷的泰利灯，很科幻啊，有木有？只是这个按键的手感，和 F-X3 有明显差距。机身侧面接口齐全，全尺寸 HDMI 好评，这个高速 C 口也能保证良好的传输速率。但是我们最常用的音频口没有像 S3 那样设计独立的小盖子，就算只插一根音频线也会挡住外翻的屏幕，用起来有点膈应。当然，这些并不会对拍摄造成很大的影响。
haunted by the past. I can't escape the memory. I wanna run, I wanna be there. If I tell you why, can you keep it a secret? F-30不同于全画幅的 F-3 APS-C， 而且是 Super 35规格，有效像素约为2600万，在我们的工作流里完全够用，能拍摄最高 4K 120帧和 1080p 240帧的画面，和 F-3一样的色彩风格，可以说视频纸面参数非常能打，绝对属于 APS-C 相机里的第一梯队。但是实际使用下来，你会感受到索尼名不虚传的刀法。你这素材不对呀，南后期。这 FX3 的高感不是跟 S3 一样的吗？这12800应该随便开呀。你这咋这么多噪点？哎，南后期，你这回口吃的是越来越离谱啊！噪点没事儿，我可以后期降噪。好，这是素材，明天交稿。毕竟是 IPS-C S3 和 F-3那令人惊艳的高感，并没有延续到 F-30上。虽然有双原生 ISO， 第一档800，但第二档只有2500，连3200都不到，而且暗部还不算干净。推到6400的时候就已经很勉强了，和 S3 的12800比起来差远了。你可以说它是因为没有强制机内降噪，但是对于我们的工作流来说，后期降噪也意味着更加繁琐。不过话说回来， F-30的画质其实是很不错的，就拿我们最常拍摄的 4K 50帧来说，它的画面比 S3 更锐利。但是如果拍 4K 100帧或者 4K 120帧，那就和 S3 没法比了。不只是有超大的裁切，还有拉胯的对焦，如果没有充足的光线，画质更是一言难尽。降噪加好了。哟，南后期电脑性能不错嘛。我买 F-30也是为了给公司省钱嘛。你想想 ，APS-C 的镜头可是比全画幅的便宜好多呢，更别提还有好多 S35的电影头可以用啊。确实，因为 F-30是 IPS-C， 所以镜头的投入相比全画幅可就便宜多了。比如这个大名鼎鼎的穷人挂机头1650，体积小巧，防抖，电动变焦一应俱全，闲鱼200-300拿下。画质又不是不能用嘛。当然，你都花1万多买相机了，怎么好意思用几百块的镜头？来，索尼18105，合格的 F-30伴侣。F4 的恒定光圈，白天也是够用的，自带防抖和电动变焦，配合 F-30上专门设计的这个变焦拨杆，完美。而且使用机身的变焦拨杆，在姿势上会比使用镜头的变焦拨杆更自然、更顺手。提前设置好适合自己的2档变焦速度，轻拨、缓慢变焦，重拨、快速变焦。对于我们来说，非常适合拍摄 BBT 这类偏记录类型的画面，或者套个 VHS 滤镜，梦回80年代呀！而且呀，你们不能否认的是 ，F-30的操控、散热、对焦啥的和 F-3几乎一模一样，甚至屏幕还略胜一筹。更重要的是，它还有严肃创作必备的 EI 模式，小钢炮啊！想必重庆的夏天大家也略有耳闻，很多机器进行户外拍摄的时候，一会儿就过热了。而 F-30和 F-3一样配备了主动散热风扇，不用担心过热的问题。但是它却阉割了风扇的完全关闭选项，最多只能选择在录制时关闭，
录完之后风扇又会启动，等于说只要开机，一年四季无论酷暑还是严寒，这风扇一直吹啊，吹走的不只是热量，还有电量啊。在使用 FX30 录制并打开风扇的时候，我能明显感觉到它和 S3 的续航差距。在不需要主动散热的时候，明明可以完全关闭风扇延长续航，可是 FX30 偏不给你这功能，这一刀我是服气的。屏幕倒是很意外，索尼这次违背祖训，竟然在 FX30 上用了比 FX3 还要细腻的屏幕，观感不错，触控也很灵敏，支持导入 LUT， 视频素材回放的时候可以选择还原到709。至于这个经常被大家提到的 EI 模式，确实是让 FX30 和普通微单拉开差距的重要功能。至于什么是 EI 模式呢？大家可以自己去了解一下。因为咱们 Testo 呀，小团队低成本拍摄 EI 模式啊，用不上。FX30 的对焦总体令人满意，尤其是焦点跟踪，触摸屏幕就可以选择一个区域进行跟踪，用了就很难回去了。只是在某些场景中，比如拍摄屏幕，还是会莫名其妙发生抽风的现象，需要格外注意。增强防抖也是有的，打开之后会通过裁剪一部分画面获得更稳定的拍摄，但是如果焦段过长或者移动范围过大，那增强防抖可能会适得其反。还有就是 FX30 本身就是 IPS-C， 打开增强防抖之后，画面会进一步裁剪，我个人习惯在不需要的时候将它关闭，可以偷点视角。还有啊，主动散热、自定义 LUT 导入、优秀的自动对焦，这些东西加在一起，你能想到什么？直播呀！在我们使用 FX30 的这段时间里，发现它是一个非常不错的直播相机。主动散热可以保证它长时间稳定的工作，优秀的自动对焦和人脸锁定可以省去很多麻烦。最重要的是 FX30 支持导入自定义 LUT， 这样你就可以选择拍摄 S-Log3 的同时，选择合适的 LUT， 将画面通过 HDMI 输出到采集卡。这样你得到的直播画面就已经是经过了处理的，效率很高，同时意味着你可以省下一个带环出监视器的钱。你这又是小钢炮又是直播机的，也就局限于视频功能吧。静态摄影呢，我那 S3 除了像素低了点，拍照功能可是一个不少，而且还有取景器。想必大家也发现了，前面我们一直在谈论的都是视频拍摄功能，对于 FX30 的拍照功能着实没啥好讲的，因为这功能是索尼友情赠送的啦。按下 Mode 键选择拍照模式，乍一看没有任何问题，但是按一下快门你就会发现，电子快门，没错，阉割了机械快门就代表着 FX30 无法胜任很多拍摄场景。更离谱的是，他竟然把连拍都阉割了。注意看，这个男人叫小胖，他将使用特殊方法让手里的 FX30 获得连拍功能。打开间隔拍摄，设置间隔时长为1秒，这样你就得到了每秒1张的连拍功能。小胖的同事们都惊呆了，纷纷朝他竖起了大拇指。最近更新的 Adobe Camera Raw 里终于支持了 FX30 的 RAW 格式，2600万像素对于静态摄影来说也还够用，成像尚可，风格也很索尼。但是砍掉了机械快门和连拍之后的 FX30 也只能勉强应付一小部分拍摄，所以如果有拍照需求的朋友们慎重啊！值不值得买？索尼 FX30 是我的第一台索尼相机，也是我买过最贵的相机，单机身售价14000元，配上这个朴实无华的环保纸箱，总觉得有点亏。在此之前，我用过富士，用过松下，他们都有比较强的个性，买他们的时候总有一份感性和冲动在里面。富士颜色好看，外观文艺，可拿它搬砖却很别扭。松下操控专业，要啥有啥，可是反差对焦如鲠在喉。但是只要一说到索尼，我就想到了搬砖。我买它就是只想寻找一个趁手的工具。FX30 和索尼 S3 一样，算得上是一个可靠的搬砖机器。它就像我的一辆代步车，能把你从 A 点送到 B 点，但没有什么舒适性配置，
更不会带给你什么附加值。拥有 F-30不会让我的生活变得多姿多彩，不会给我带来什么拍摄灵感或激情。它就是我搬砖路上的一个伙伴，优秀的对焦可以胜任单兵作战。S-Log3 配合 S-Cinetone 可以完美匹配我们现有的工作流，大把便宜好用的 APS-C 镜头等着我去发掘。一系列刀法让我骂骂咧咧，却又扔不掉它。至于索尼宣传的年轻人的第一台电影机，倒也说得过去。假如你是电影专业的学生或者类似的动态影像创作者，一台带 EI 模式且价格亲民的电影机就显得尤为重要。同时 S35 的画幅可以兼容更多更便宜的电影镜头。F-30是我经过理性思考后购买的搬砖机器，所以仅仅是符合我的工作期望，不一定适合屏幕前的你。如果你视频照片双修， A7M4 或许更适合。如果你有很强的暗光拍摄需求，那 S3 或 F-3当仁不让。索尼 F-30 Testway 主观综合评分 6.75 分，性价比本来是准备给个6分的，稿子都写完了，才发现 F-30 2级经销商的带票价格已经降价到12000元左右，含泪给它加1分。毛茸茸暖暖的，左揣右揣，里边还能揣，品牌拉链顺滑，一拉防风，防风却很拉风，跳脱于城市中，隐匿于山野间。是时候 stop working and enjoy your life。 Testway 羊羔绒外套。好，节目看完了，那么你觉得这个 FX30 能够得几分呢？别忘了在视频下方的简介中寻找链接给它打分哦。然后就是年货季正在进行中，有优惠的哟，别忘了去 Testway 值不值得买，店铺里面去看一看哦。有我现在正在穿的这件羊羔绒外套，还有店铺里的工装外套和棒球服，大家要是喜欢的话，也不妨去看一看哦。本期啪啪啪怕的是什么呢？就是这一台上次流拍的 iPhone 14 Pro Max 128G 紫色的那一款，还有就是这个 iPad 10 64G 黄色的。有需求的小伙伴可以去我们淘宝店看一看哦，已经开始了哟。Testway 帮你 try before you buy。 说了那么多，钱呢？给我！什么钱？我给你买 F-X3的钱，你买了个 F-X30回来，那剩的钱呢？你看哈 ，F-X30是不是 APS-C？ APS-C 镜头是不是便宜很多？那我是不是就给公司省了很多钱？既然我都给公司省了那么多钱，你还找我要什么钱？